慢着，等着，住手！有话说。酋长，服软。纪晓岚，有话说。说。纪晓岚为了替江南学子们讨回公道，竟然唆使恶妇辱骂皇上是昏君。乾隆一气之下，便准备给他点颜色瞧瞧，询问众位大臣该如何处置他。和珅立马表示这是大不敬之罪，应该临时处死，就是用一把把锋利的小刀，把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。纪晓岚怒斥和珅落井下石，想用胡搅蛮缠的方式让皇上从轻发落。然而乾隆却不想听两人说相声，当即命刽子手端来各种刑具。看着那一把锋利的小刀，纪晓岚被吓得脸色大变。乾隆本以为这次可以轻松拿捏住老纪，还准备听听他是如何求饶的，可是没想到纪晓岚却在赌皇上不会把自己怎么样，硬是一言不发，这可把和珅气得不行。都到这份了，嘴还这么硬，这狂到家了，简直是！乾隆无奈之下又询问众位大臣有没有替纪晓岚求情的，可是没想到众人皆是一言不发。和珅见状也在一旁上眼药，这足见江南众官对他都痛恨到什么程度了。乾隆此时是骑虎难下，为了避免事情闹大，他再一次用本朝的惯例去暗示众位大臣，表示如果有免刑的理由可以上奏。然而众人还是低着头不说话。见此情景，乾隆也只好让刽子手行刑。纪晓岚见皇上竟然要来真格的，立马拼命的喊停，这让乾隆非常激动。他还以为老纪要服软了，可是没想到对方却提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请求：臣想请和珅何大人亲自主刀，把臣给割了。和珅闻言被吓得不轻，急忙请求皇上不要答应此事，因为一想到纪晓岚身上那股烟袋锅子味，和珅就恶心的不行。然而没等乾隆开口，纪晓岚又提出了第二个不情之请，那就是让在场的江南官员们也都给他来上一刀。不过这还不算完，老纪还要效仿王莽和董卓当年遭受的刑罚，在众官割纪晓岚的肉的同时，将那割下的肉一人一份分吃下去。眼见众位大臣跟和珅都被恶心坏了，纪晓岚立马让和珅赶快动手阉割。何大人，来下手啊！皇上，您可一定要成全纪晓岚的最后一个请求啊！和珅见状只好请求皇上赦免了纪晓岚，大臣们也纷纷跪下替自己求情。就这样，纪晓岚又一次凭借聪明才智躲过了大难。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纪晓岚刚一回去就收获了美女的深情告白。为了留在纪晓岚的身边，赵青又私下找到小月，希望两人做一对好姐妹，以后一起服侍老纪。赵青姑娘，你不是要跟我分大房二房吧？这事儿我可说了不算。嘿，你得去问纪先生。不过纪晓岚此时根本没心情谈情说爱，他现在只想尽快找到贪官们的证据。随后就带着两位美女再一次来到尼姑庵，果然在一处禅房内发现了蛛丝马迹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和珅突然带着圣旨前来，查纪晓岚督学江南，不能恪尽职守，于官房吸烟，致原卷被毁，而该员有不可恕者，在奉旨督学期间私纳外妾，着即革职，由和珅看押。钦此。纪晓岚一听私纳小妾，立马不干了，当即就要找和珅理论，可是没想到对方却丢下来一本名册。纪晓岚打开一看，发现上面竟然写着“给夫人赵氏”这5个显眼的大字，这下他是变无可变了。心灰意冷的纪晓岚于是询问赵青是否愿意与自己归隐山野，然而赵青却表示纪晓岚应该属于天下百姓的。为了不留下遗憾，赵青便一个劲给纪晓岚煮酒。等老纪醉倒后，赵青就主动宽衣解带，献出了自己的一血。两人疯狂了一夜后，赵青就不辞而别，这让纪晓岚懊悔不已。为了忘记这段孽缘，纪晓岚又带着乾隆跟和珅来到尼姑庵，让皇上亲自瞧瞧了凡临终前写下的佛经。求佛寻觅4个字，与其他字体不同，用的是篆体。除了这4个篆字之外，其他都是草书啊。和珅也看出了其中深意，他担心事情败露，急忙劝说乾隆离开此地。和珅怎么脸色都变了？何大人，你这脸色突变，是不是已经看出他这么写的用意了？乾隆推断一定跟佛像有关，当即带着两人来到了庙里那尊最大的佛像前。可是3人找了半天却毫无发现。就在这时，纪晓岚突然察觉到台阶上的灰尘有些不对劲。